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上海呢，在经历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甚至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历时2周的全域静态管理以后呢，突然就要静极生动了，要成功的实现社会面清零了。也就是说呢，曾经在西安红遍全国的那个人间烟火气呢，马上又要重现在上海滩了。这个转折呢，它来的和当初上海一夜封城，大众都去通宵排队抢菜是一样的突然。它也同样的让正在围观上海封城看的是惊心动魄的整个国际社会呢，再次的目瞪口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先说一说上海封城这个大转折事件，就是看看这背后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昨天呢，路透社有发布一篇独家报道，就引述了2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说上海呢已经设在就是本周3，就是20号之前要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以阻断隔离区以外的病毒传播链条。那么这个报道就说呢，20号实现社区面的清零，它的目标信息已经传达到了上海市委干部和上海市内的各个学校等等这些组织单位了。与此同时呢，这个报道它还引述了上海宝山区委书记陈杰，他在周6，也就是16号的一个内部讲话的内容，说呢，上海的疫情目前已经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国务院工作组还有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呢，都要求上海在本月17日要出现疫情拐点，然后在20号达到清零状态。然后呢，这个陈杰呢，他就还来了这么一句话，说这是军令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只能咬紧牙关争取胜利。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全面的进攻，是扭转疫情趋势的最后一搏。这些信息里面呢，它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让全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的，当然就是当局这个要求在17号出现拐点，然后继续要求在20号达到清零，而且还要求各级干部要以军令状来对待，必须完成，完不成怎么办？那就是提头来见，对吧？那么这第一大焦点可以说它就非常的魔幻了。首先，这个病毒它难不成真的是你党所豢养的宠物吗？党说拐点就拐点，党说清零就清零，它还精确到了具体的日期，从给病毒立规矩到喝令这个病毒退场它还特意的给你留了3天的心理适应期，这不就充分的体现了你党这个人性化，或者严格准确的说呢，是毒性化管理的特色高标准了，对吧？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中共病毒这个名字它还真是一丁点儿都没有叫错的。而且更加魔幻的是既然病毒都这么听话，你这个党官煞有介事的一说立军令状了，他就立地清零，那为嘛这军令状不早点立？从武汉到西安，从郑州到天津，每一次你一立军令状，这个病毒它就夹起尾巴逃走了。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对吧？那么上海它早就应该在这个鸳鸯锅封城的那个时期，你就应该来这么一下嘛。如果说在那个时候你就像现在这样干，说不定上海早就清零，早就解封了，哪里还需要去经历这种哭声、骂声、呼救声声声入耳，抢购、团购、零元购永远不够这么多惊心动魄的火爆场面呢？第二大焦点它就在于官方对这种清零定义的修改。关于清零中共官方其实从最初的那个绝对清零，它就变化到了动态清零，然后再变化到社会面清零，它的内涵定义呢早就已经是面目皆非。那么我们看到了现在的上海这个内涵是再次的发生了变化。社会面清零我们都知道，它是在西安封城的时期首创的。它原本是指1人阳性，全楼甚至是全小区都要拉走送到郊区，甚至是拉到周边的外地城市去隔离。如此呢，整个西安的主城区它就达到了清零指标了。这个呢也是被讽刺为掩耳盗铃的那个新成语的来源，对吧？
但是呢，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说啊，现在对上海社会面清零的含义它又发生变化了，它变成了说是隔离区以外没有新增病例。那么这样一来，这里面的玄机那就比较多了。什么叫做隔离区呀？医院和方舱它当然是属于隔离区。那么多的足不出户的被严格封控在自己家里的这些小区，它是不是隔离区呢？这些由于方舱爆满了无法转运的人，他们和方舱里面的那些人实质上是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说啊，理论上只要当局他把全市所有的小区全部都设为是封控隔离区了，那么自然而然也就可以拍着胸脯说啊，这个隔离区以外已经没有新增病例了啊，因为剩下的就只有大马路了，对吧？所以这种内部文件呢，它只不过是又一次玩弄名词解释的这种文字游戏而已。那么上海的清零，它这一次能够成功吗？我们可以看看上海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了。在16号，上海全市新增的3238例本土的确诊病例之中呢，有307例都是在隔离区以外的核酸检测之中被发现的。而21582例本土的无症状感染者中呢，也有至少是415例是在相关的风险人群的核酸检测中发现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就这么2个编出来的数据，它也都显示在隔离区以外呢，上海仍然是每天至少有3位数以上的新增。就这样的规模，你要想在3天之内就彻底的清零，无论你这个核酸检测做得多么的密集多么的快，它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做核酸它本身至少就会产生1半以上的交叉感染，这个数据可是西安当初的官方人员他们自己所得出来的结论。所以呢，上海宣布的这个社会面清零，它就只能是通过造假来自欺欺人了。从这个角度说呀，上海如果真的是在20号就宣布说清零了，这并不代表清零政策的成功，恰恰相反，这是清零政策彻底失败的一个结果。正是因为封城彻底的失败了，它已经根本无法控制感染的扩散了。同时呢，这种次生灾害剧增，在医疗资源几近枯竭与民生压力濒临崩溃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当局才不得不以造假的方式来自找台阶。也就是它事实上呢，默认了无症状和轻症状的感染者呢都居家隔离。反正这个核酸检测它的真实数据呢，全部都是掌握在疾控中心的手里。居民本人呢，无论你是在健康云，还是这个核酸马上去查看，或者是通过医院的途径得到一个结果，一概都是不足为凭的。也就是说呢，官方呢是充分的具备了人为的来制造这种病毒信党、听党指挥的奇迹的条件。其实呢，早在4月15号的时候啊，大陆的社交媒体就已经有这个消息人士的对话截图在广泛的流传了。这个内容呢，就是说啊，有传达了上级内部的通知，要重新启用健康云，核酸检测的规模将会大幅度的下降，甚至是暂停，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个感染数据下降，最终呢，在本月底宣布清零，这个疫情结束。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信息它的大方向和路透社最新的报道它其实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地方呢，主要就是说官方要求的清零时间呢被提前了，到了20号，而且呢在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看到官方呢还在说要加码加快做核酸。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表面上的不同。所谓的加码做核酸呢，它只不过是官方啊为了给最终的清零结论制造出来一点这种决战取胜的合理依据所做的表演而已。那些检测的试管啊，其实它究竟是否真的有被完成那个测试的结果，都是很难说的。反正这个解释权在官方的手里，是吧？解释权在手，人无我有，敢质疑的一律封号删帖抓人就可以搞定。也就是说呢，这次上海防疫呢，它原本是习近平清零模式事实上的一个挫败，
但是呢，他利用自己的中央优势，虽然不得不行共存之实，但是他依然要强行的冠以一个清零之名。虽然防疫的政策事实上呢，它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是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清零折腾以后呢，上海疫情受控的功劳，它就已经发生了一种乾坤大挪移了。它不再是上海精准防控模式的成果了，而是变成了清零模式的独家功效了。大家对这个套路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熟悉的感觉呢？此前呢，我们看到当局是曾经公开的说要以红色专制的制度来挑战西方的民主制度。结果呢，一番较量下来一看风向不对了自己被孤立了，立马就改口说我们自己这块也是民主的，而且是最好的，是全过程民主。大家有看到吗？这个与上海的现在这种清零共存模式，它的演变过程几乎就是如出一辙的，对吧？它都是这个当局呢，仗着垄断了定义权和解释权，来任意的自圆其说，让自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赢麻了，就是这么一个套路。我们举个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在《史记·管晏列传》里面呢，他曾经有这么一个评价，就是评价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说他是其为正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那个其实是评价，是说管仲他是有真本事的，是因为管仲呢，他深谙道家的那个祸福相依之道，然后呢，他特别善于因势利导，把原本的坏事呢，逐步的引导，让它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可以说句笑话，习近平这些年的这些做法，可以说他就是在东施效颦了。他每一次碰钉子撞南墙的决策呢，最后他都被官方是生拉硬拽的给解释成了这是巨大的一次成功。这个其实它不叫做转败为功，而是可以叫做指鹿为马。所以呢，上海这次的防疫呢，无论它真的是在20号，或者说还是在本月底，或者是在其他的什么时候，它宣布说我们成功清零了，它都已经定型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无论它实际执行上是否是实行的小范围共存，但是它在名义上依然要坚称说这就是清零成功。如此一来，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一切的风控的措施，它就基本上都失去了医学上的意义了，从而演变成为一种纯粹的表演，一种为了配合清零演出而必不可少的配套性的装饰性措施而已。也就是说呢，从此以后，虽然官方可能在某些地区它不得不默默的去实行有限共存这样一种模式，但是无数民众呢，依然要付出长时间风控的代价，来配合中共当局演绎出清零永远正确，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戏码。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看上海这次政治防疫背后它的主导权的争夺，我们就会看到习近平他其实是得了面子，但是最终他还是输了里子的。上海现在的市委书记李强呢，他凭借这一次真假不论的清零政绩呢，他大概率是将要坐稳入常的那个位置。但是习近平想要借上海防疫在上海夺权的意图呢，他其实是并没有达成的。这个势必呢，他会助长反习势力的气焰，他对习近平来说是并不利的，所以这必然会迫使习近平加码清零模式的这种政治比重，来遏制对方。就在今天我们看到头号党媒人民日报就有发表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声称说这2年多以来的实践就证明了习近平提出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总策略总方针是正确的，是有效的，呼吁全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要坚决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攻坚战和持久战。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的主任马晓伟这个人，他也在今天呢，在中共党校的喉舌报刊，就是《学习时报》这个杂志上面发了一篇文章，
强调说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病毒共存和病毒流感化等等错误的思想与论调，要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总方针，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20大的召开。大家要注意，在这里面呢，它其实有释放了3个信号是非常突出的。第一个信号呢，就是防疫部门最高级别的官员这个马晓伟呢，他是首次公开的高调的把清零与20大直接给联系挂钩在一起了。他摆明了其实就是在警告所有人，谁要是在公开的讨论共存路线，那就是在破坏20大的召开了。这个丑话要先说在前面了。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清零路线它将会要一直持续下去了，全国人都要做好多次的随时进入到封城状态的这种准备，而且这种状态它至少会要持续到20大顺利结束以后。第3个信号大家要留意一下这里面它的用词。这个人民日报的评论中呢，它是提到了说要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马晓伟的文章呢，他也悄悄的在动态清零的前面呢，是多加了科学精准4个字。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说的那个加码。这种加码呢，它不但证明不了习近平的强势，它反而佐证了他的确在上海是遭遇了挫败，因为呢，他不得不接受把精准防控这4个字要成为他的总方针的一部分了。正是因为受挫，所以呢，他才要报复性的加码来挽回颜面，来稳住自己的阵脚。如果他在上海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他根本就不需要自己找人来捅破清零路线与20大之间有关系这层纸，对吧？所以呢，我们一言以蔽之，上海的防疫之战呢，它并没有巩固习近平的地位，它反而是加剧了习近平与反习势力之间的内斗。习近平要想就此在疫情问题上一锤定音呢，恐怕他还不太现实。这种内斗呢，它注定会在未来更加的激化。每一座被封的城市都有可能会成为双方大打出手的武器与工具，所以呢，希望大陆的朋友们都要做好各种相应的准备，千万不要听信官方媒体的说辞，保护好自己，避免成为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才是上策。上海人这一次的惨痛经历呢，它只能够给大家就是示范一次。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简要的说一说上海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上海官方是首次正式的宣布了3例死亡病例。就在今天呢，上海官方是首次通报了说新增3例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它就引起了普遍的关注。那么很多朋友都有注意到了，就是这3例死亡病例呢都是高龄人士，一个呢是89岁，另外2个都是91岁，而且呢都合并有冠心病、高血压、脑梗塞等严重的基础疾病，而且呢都没有接种疫苗。中共官媒呢立即就以此为凭据了，就引述了专家，就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副院长叫做李志强的这位所谓的专家的话来证明，说这个当前的清零政策是必要而且正确。在我看来，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鬼话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上海官方发布的这个死亡数据呢，它肯定是存在严重的造假的。原因很简单，这完全是违背了科学界、医学界对这个奥密克戎病毒已经了解到的最基本的一个医学规律。我们都知道奥密克戎它是在海外最先被发现，并且流行开来，成为当前最主要的毒株的，对吧？各国呢对它都有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也都有很多成熟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英国呢是最早的采取共存模式的国家，这个奥密克戎在英国所造成的病死率现在它也非常的低了，它已经低于季节性的流感，仅仅只有0.035%这么一点这个左右。那么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参照一下上海，就可以看到上海官方现在已经公布的感染病例数超过了多少呢？是超过了30万了。
我们即便比照英国这个已经很低的病死率，在正常情况下，它也至少应该有大约是105人左右的死亡的人数，而且其他很多的国家它其实还略高于这个比例的。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毒学的规律所决定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全世界它都有相关的统计和研究，都大致差不多少。这个规律呢，它不可能说一到了中国就变了，它就变得一下子就会相差30-40倍之多，对吧？其次呢，此前包括大陆的财新网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等等在内的诸多媒体都已经有过报道，就说上海的东海老人院是曾经有爆发过聚集性的疫情，至少已经有数十人死亡，而官方对此是完全隐瞒只字不提的。这个例子呢，它很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它就说明上海真实的感染数据和重症死亡的数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造假。我们看到官方这种造假呢，它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呢？也许当局它是想通过这样的造假呢，来证明说这种封城清零政策的它的正当性，意思就是你看这个效果极佳嘛，我们的这个重症率和病死率这么的低，它是远超西方国家，这个就是说明了红色制度优越高效的一个证据。但是官方他没有想到的是，你这样一个过度的造假呢，它反而是让大众都看到这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它的确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它甚至比流感都还要轻微。如果说流感的病例要是达到了30万人，恐怕拥有基础疾病死亡的老人的数据也会远高于3个人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就是说官方有什么必要非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封城清零呢？事实上我们看到上海已经全面封城是2周了，但是每天的感染数据超过2万，它已经持续了11天的时间，这个恰恰说明封城它基本上是无效的，根本就没有能够遏制住病毒的扩散嘛。而且就像我们此前节目中曾经有提到过的，说中疾控的专家他们自己的论文研究就显示，上海仅仅是糖尿病患者受疫情影响而较往年的同期增加的死亡数据，它都已经超过了4位数，那更不要说还要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因为封城的次生灾害而死亡的人数，这个总和加起来，它会远超官方公布的这3例疫情死亡，至少是超过数百倍之多吧。所以呢，官方所引述的这个所谓的专家说法，它根本就无法在3例的死亡病例与这种革命无罪、清零有理之间去建立起因果关系来。这完全可以说就是为了忽悠而忽悠，就是找个专家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一番，然后呢，再依靠这种专家的名头来稀释、抵消大众质疑的念头而已。就像我们看到孙春兰在这个高楼顶上摆拍视察了上海的社区是一样的，是吧？这条新闻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就连这么一条例行公事、无关痛痒的新闻，中共的喉舌都要这么来移花接木、精心的造假，你还能相信他们在事关党国重大利益的报道中告诉你真相吗？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